大家好，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S470这款指针表的用法和技巧。很多师傅会觉得这种表会不会比数值表难，学起来要难。数值表它只是一个显示屏，直接显示数字就行了。而这种指针表，您学会了以后很简单，在对检测电路方面，要比数值表要直观要好。所以说，只要是你学会了会运用了，它的方法技巧就用起来就得心应手了。首先这个表是两部分，上面是刻度盘，这刻度盘都代表啥呀？首先上面有个符号，电阻档、电阻、电压、交流电压、直流电压。最上面这一排是电阻档要看的一个刻度，500、2K、2000，再往这越来越小，这边是0，再往下这一道刻度是电压的刻度。这个10，看红色这一道刻度，它是啥意思呢？先从电压档来说，这一块是交流电压档的档位，这个是直流电压档的档位，这个是电阻档的档位。这上面的标注 ACV 交流电压、直流电压、电阻。平时不用的时候打到交流1000档。这10、50、250、1000啥意思？就是您打在这个档位是测量1000伏之内的电压，包括10伏。达到250伏档位是测量250伏之内的电压，220、230、240、50都能测量。达到这个档位是测量50伏之内的电压，这个10伏是测量10伏之内的电压。达到这个10伏，你看哪个刻度？看这个 ACV 0、2、4、6、8、10，表针摆到6就是6伏，摆到8就是8伏，摆到6和8之间有7伏，有6点几伏，根据这个刻度你算一下就行。然后如果说测量12伏了，这个10伏就不行了，要打到50伏档位。50伏档位测量，你看0、10、20、30、40、50，要看这个，但是你需要看上面这一道刻度。10伏这个档位啊，是看下边这一道刻度，红色的刻度，而50伏你需要看上面这一道刻度了。表针到20，那就是20伏，就这个道理。到50就是50伏，看这一道刻度哈。250，同样这有个250，这个0、50、10、250。你比如说表针啪100摆到红色这一个地方，这个是220伏，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后一点就是225、230、235、240、245，再往这也越来越小。到200，基本上电压在200多的，然后在250之内，这一段时间，不是这一段刻度，电压都是正常的，都是正常的电压，220的电压。比如说表针摆到150就是150伏，表针摆到50就是50伏。着重说一下交流1000档，那交流1000档看哪个刻度呢？它不是看10的一道刻度，要看上面这一道刻度。它和交流1000档1000、250、50都是看上面这一道刻度，这一道刻度就第二道刻度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哈？就是表针测380，它摆到4要看这个刻度，就是400伏；摆到2就是200伏，看这个刻度。测直流也是一样，但是测直流，你看啊，直流的话就全看上面这个刻度，全看上面这一个。这个我也是刚知道的，我以前都没注意。这个 ACV 它是光测交流的这一个直流还是看上面的。然后这个电阻档说一下啊，电阻档特别是电阻档，层1档是干啥的？层1档是测通断、测小电阻的。层1档，层是一个倍数，层1就是两个表笔，短接先调0，测量之前为什么调0？就是像那个称一样，把去皮，就两个表笔短接的情况下，电阻为0，要调到0。您在测量的时候，如果一测电阻摆到1就是1欧，2欧就是2就是2欧，5就是5欧，就是5乘以1是5欧。同样你打到乘10也是倍数，两个表笔短接先调0，
这就是指针表比较麻烦的地方，每一次得调零，调完零以后你再去测量电阻，如果表针到1乘以10就是10欧，到2乘以10就是20欧，乘以100也是一样，你就是测量的电阻越大，你需要乘以它的乘以一个大倍数，乘以1000，乘以10K是乘以10000，这个是乘10K档和其他这些档位那个输出的两个表笔输出的电压不一样，这个档位它输出一个12伏的一个直流电压，这些档位都是3伏，所以说这个档位不一样，它始终是有一个12伏的直流电压输出，它始终是在耗电，所以说打在这个档位几天就没电了，3天这腕表就没电了，然后打在这个档位能用很久，这个是不耗电的，这个要注意。平时我用这个档位去测漏电，测漏电是测零火线对地线，因为是这个表测不了胶原，但是它测漏电还是比较好使的。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就是你在测量的时候，如果表针测漏电的时候表针动一点，基本上我认为是还行，没大有问题。如果说表针摆动的比较大，就证明漏电比较严重。如果表针摆到头，那就漏电相当严重了。摆到头以后啊，大家可以尝试用小档位再测量一下，用乘1档再测量一下线路是不是短路，或者是不是电阻很小，表针才会100到头。但咱们说的测漏电是啥意思啊？就是测零火线对地之间的漏电。当然这个地有的时候没有地线你可以对大地测，但是测的时候一定要把闸拉下来，不能带电去测漏电。测漏电这个要用到乘4K档，测之前就是打在乘4K档这个档位啊，测漏电之前要确定零火线下边都没有电，不能带电去测。测的时候只需要把两个表笔，不用分两个表笔红色和黑色，直接测量就可以了，直接对地测量就可以了。如果漏电的话，这个表针会摆动的。当然这是常规的漏电，对于一些测绝缘式的需要击穿式的漏电，这种望远表它测不了的，它需要高电压击穿的，需要上万伏上千伏击穿的那种，这样子去测对地，摆动了一点，这说明这个线路还是有漏电的现象，正常情况下是表针一动不动，这就是不漏电。当然测绝缘还是用摇表，只是说这个指针表可以测漏电，可以的。当然有的师傅说，我们配电箱里面没有地线，我们家里就没有地线，你可以对大地测，也可以对主零线来测。主零线和地它基本上是同源的。你看我平时有的时候，你比如说测量之前先确定零线带不带电，没电，那么你就可以确定这个是零线，对这一路，别对火啊，对火不行，对这一路，你看这不是零线吗？零线不接着主零吗？可以对这样去测。这个测的时候一定得注意，确定不是火线啊，对零。同样表针也是摆动了一点，这个是可以的。所以说没有地线的情况下，可以对主零线来测，这个是一定也是断电的情况下测，在现场。另外这款表是全档位防烧的，是在250伏之内，就是你达到电阻档或者达到其他档位带电误测了250伏之内的电压，就是零火之间的电压，它是防烧的。但是你像这些电阻档，你真是在测漏电或者测电阻的时候，你测到了380伏，两根火线380伏，这个表是受不了的，它里边会击穿的。所以说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测漏电、测短路或者是测电阻，一定要断开电路，确定电路没有电再去测。给大家提醒一下啊，这种误测的现象有。所以说这个望远表的用法和技巧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其他的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说明书，包括火线的鉴别，打在这个档位，用个表笔，这个表笔放在一边，这个表笔去测火线，它亮灯，亮这个灯，它就是显示是火线。有的时候当个电笔测一下有没有电还是可以的。好了，这款望远表的用法和技巧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些吧，以后有更好的小技巧我会实时的给大家分享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